每天一点心理学，了解自己，看见他人。你好，这里是心灵时空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相处时不要以己夺人。记得很久之前看过一篇文章，说的是在职场上，对于一些模糊的信息一定要明确清楚。比如老板给你安排了一个任务，让你尽快完成。当天下午，老板问你做好了没，而你其实还没有开始，因为你们对于尽快的定义是不一样的。老板觉得尽快就是在2-3个小时内完成，而你对于尽快的理解是2-3天内做好就行。这样的误解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。就说一个我爸妈相处的例子吧。昨天我妈跟我视频说，我爸总是诬陷她，说她没说过的话。比如之前我爸带她看过一部电影，之后在家也总是跟她一起反复看。我妈一开始还能耐住性子陪着，后来实在是烦了，但我爸却说，不是你当时说这部电影好看吗？好看的电影就值得反复去看。我妈就说，我什么时候说的好看了？我当时说的是还行，还行在我这里就是可看可不看。但我爸一直觉得还行就是不错，就是非常好，就是值得反复去看。结婚几十年的夫妻都容易有这样的误解，更别说其他人了。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的以己夺人呢？其实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投射。我们在与人相处时，会依赖自己的信念系统，自动化地认为别人的想法和理解和自己是一样的。就拿我爸妈这次分歧来说，我爸理所当然地觉得他认为还行就是非常好，那我妈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并且他还认为自己这种好电影就要反复去看的行为，不是说所有人吧，但也该是大多数人会有的一个习惯，所以他一直拉着我妈跟他一起看。但实际上我妈很少会重复去看一个东西，她并没有这个习惯。听到这儿可能会有人奇怪了，我爸妈都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了，我爸怎么还能不知道我妈的这个习惯呢？这就要说到人在认知上的懒惰了。当我们形成一个认知以后，除非是发生重大的变故或挑战，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很难去改变它的。而且习惯以己夺人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以自我为中心，就跟小孩子一样，自己饿了就觉得全世界都饿了，自己觉得某部动画片好看，那全世界的人都该觉得这部动画片好看。他们有时候会自恋地认为自己的标准就是他人的标准，自己的感受就是他人的感受，所以他们会自动化地忽略他人的表达。那对此我们该秉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呢？如果你是习惯以己夺人的人，那我希望你可以弱化这种我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这种信念，学会真实地看到别人，以合作共存的方式与他人相处。比如我们都听过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，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以己夺人。如果妈妈能尊重孩子的感受和选择，让孩子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负责，那就不会出现这种矛盾了。孩子要是觉得冷了，他自然会多穿衣服，或者这次他不穿，他冷到冻感冒之后，自己也会学习到这方面的经验。在与人相处时，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认知和行为强加到别人身上，不管对方是你的什么人，跟你有多么亲密的关系，都要尊重对方是独立的个体，他有自己的感受和判断。有了这种改变，那我们就会逐渐迈出这种自我的局限性。而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以己夺人的人，那我的建议是，一定要跟他明确地表达你的想法。就比如开头举的那个例子，尽快到底是多快，可能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但如果把尽快换成2-3个小时，那就没有任何误解了。而当你发现其他人误解了你的本意时，也一定要及时的纠正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，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心灵时空，